大量好多。所以就算你看到大象跑在你旁边，哎，它也不搞你；犀牛在你脚下，它也不搞你；老虎在你旁边，它也不会冲过来咬你。啊，真是这个样子啊。三岔路开始呢，我们就会走那个算是盘山路吧，啊，算是盘山路。那段盘山路的路况相对好一点，但是呢，这个看奇特的风景，弯道和坑坑洼洼也还是有。啊，因为这条路我还是走了好多次，要不然我怎么能从130斤瘦到现在110多一点呢？这条河是什么河啊？湄公河。不是，湄公河在老挝。我知道通过来。不是，尼泊尔的河。那你说湄公河，讲给大家听一下。湄公河发源于中国的青海，然后流经云南，进入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再一点点，啊。但这条河是恒河的支流，我们称之为马蹄，啊，包括我们回到加德满都，你去烧寺庙，当地的人死了以后不建碑、不立坟，现场今天死今天烧，烧了以后骨灰就扔到河里就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加德满都我们从来不喝自来水是有原因的，知道吧？所以你们觉得自来水干净啊，干净归干净，啊，但是我们从来不喝，从来都是喝矿泉水。买饮料喝都可以，买桶装水喝都可以，因为到时候你们会亲眼见到的，每天死多少人烧多少人，啊，它就这样的，因为这是一种信仰，因为人最终根据印度教的信仰，各位印度教啊，因为烧寺庙它属于印度教，叫帕斯帕拉提，这个名字我们用中文来讲，你们都好记一点，烧寺嘛。但是如果以尼泊尔的文字告诉你帕斯帕拉提，你也不好记，比如侯庙，各位记不记得叫什么名字？斯瓦扬布拉特，记不记得住？但是我告诉你，侯庙记不记得侯庙？早上才去的嘛。但是我告诉你，各位，今天早上我们去的是斯瓦扬俱乐部。什么斯瓦扬？什么王拉布？你得想半天，是不是？啊，所以为了方便中国人记，而且各位，这个名字是中国人给取的，就因为山上到处都是猴子，所以中国人给他取个名字叫侯庙。人家烧寺的地方是印度的神庙。啊，印度的神庙最高等级的什么庙？婆罗门。婆罗门的庙。我们有哥们儿说是婆罗门，他比我小，我叫他哥们儿啊。我们83年的哥们儿都叫婆罗门。我问的是神庙，你说的是种姓。所以尼泊尔这个国家为什么包括我们看新闻报道说有一些印度人到中国以后，哎，过来给我倒水，哎，过来给我怎么样？因为它是属于高种姓。对吧？婆罗门也好，萨丁尼也好，它属于高种姓。各位，我们中国有没有高种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还是有的。那打个比方，朱元璋时候他姓朱，你敢不敢说你也姓朱？我家养猪呢。他姓朱，你敢姓朱？你信不信他可以杀了你？对吧？清朝的皇帝他叫爱新觉罗，你能不能叫爱新觉罗？你就不可以，对吧？大家知道的苏东坡时期，对吧？乌台诗案。文字狱你都要坐牢的，啊，所以这些国家，它其实真的等同于我们国家好几十年前。所以刚刚吃饭的时候，1号车的朋友过来跟我们2号车的，比如王叔啊，这个叔叔啊，我们几位啊，那2号车的不是有一个也得叫他叔才对啊，他过来聊天就聊到一些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啊，到底属于什么年代？这种路各位跟我们中国80年代差不多，对吧？啊，所以它要落后一点。包括有朋友说，哎呀，它干嘛不发展？干嘛不发展？各位，世界发展，首先一定需要什么？首先要打开这个地方，其次才是这个东西。你再有钱，你不打开思想，你也是穷人一辈子。我们中国清朝的时候富不富裕？全世界的 GDP， 中国满清政府占全世界的1/3，够有钱了吧？全世界1/3，但是很遗憾，思想不打开啊，觉得外国人这不行那不行，这不行那不行，闭关锁国。从乾隆皇帝末年间开始，到嘉庆彻底闭关锁国。各位，你有钱你也是穷人，对吧？最后我们照着火药，人家搞成枪炮来打我们，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人首先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自己啊。完了以后才说你有多少钱能不能造的问题。像这个国家，说实话，你就再有钱，你想打一条隧道，可能你一个隧道一打就是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你要考虑修建成本得有多高，这个国家的人均 GDP 在多少，
对吧？这个国家据中国政府给人家报道出来的说，人均 GDP 大概在$10,000，也就是说年收入6、7千块钱，对吧？年收入6、7千块钱。那么你想要修加德满都的一条这样的路，要修到奇托万国家森林公园，为了发展旅游，可能要这个国家多少年的收入？因为这个国家的年收入，阿龙是比较有发言权的。这个国家的年收入，按照中国的统计数据说，大概在200个亿一年。也就是说，修这条路，国家的全年收入修这条路你都不够。所以有时候各位，它不是不发展，就好像中国今天为什么沿海搞得很好，为什么江苏、浙江，对吧？包括广东搞得很好，因为你用船呐、一运就是几十万吨啊，上100万吨啊。你用汽车运100万吨，你跑一下试试啊，对不对？你跑几个月你都运不到几百万吨，那轮船一艘轮船几百万吨货就给你运过去了，物流成本又低。因为哪怕他就把发动机马力开到最小，他顺着洋流它都可以飘过去。各位，这就是自然规律所以全世界才有一句话叫做靠山者靠山而活，靠水者靠水而活，对吧？所以我们中国有一篇经典的文章叫《千字文》嘛，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成熠，星宿列张，就是人一定是要顺应世界万物的所有自然规律的走着走着，今天把你们走舒服了没有？舒服。比你去找个按摩小姐好吧？好。所以昨天有朋友说，你们这里按摩多少钱？是今天早上还是今天早上你们谁问我来的马杀鸡。是这个马杀鸡。马杀鸡还要分好几种，像你们的年纪，对吧？刘阿姨像你们的年纪，薛阿姨你们的年纪，孙阿姨你们的年纪，去做泰式马杀鸡，你的身体受不了。但是你做越南的精油推拿，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对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享受，对吧？我不知道你们去过老挝没有？如果你去过老挝，你去老挝的按摩，你又觉得哎呦，这跟越南的按摩比，哎呦差得偏远，对吧？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接下来呢，我们在需要3个多4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奇托万以后呢，就舒坦了。但那个地方呢比较闷热所以刚刚我们有姐姐说晚上要喝啤酒是哪个姐姐来的？不是要700，那我700尼泊尔币。是记错了没？小姐姐是姓孙吧？没错吧？邓，2位姓邓的，我搞错了，2位姓邓的，对吧？我们有2位姓邓的，有2位姓孙的，2位姓韦的对吧？今天晚上你们要喝啤酒，今天晚上你就可以敞开喝了。中午喝不合适，对吧？中午喝，待会儿抖着你又要说有没有塑料袋？OK， 坐好，好吧，坐好。这个快到的时候这段路比较好，快到之前有一段路就比较好了到那个时候呢，拿起话筒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奇托万，好吧？有充电宝吗？充电宝。
这条河，刚才问了导游，这条河是流到恒河去了。是的。好，龙哥，这条河叫什么河？一河。什么？一河。有。